前面简单介绍过如何用时间来起卦，今天咱们再详细来介绍一下。例如2022年12月25日上午11点，转换成干支纪年法就是壬寅年、壬子月、壬子日、丙午时。壬寅年是属老虎，对应的数字是3虎，数字就是3。壬子月是老鼠，一鼠，对应的数字就是1。壬子日又对应的数字是1。丙午时，午对应12生肖是马，所以数字是7，这样就提取出来了相应的数字。上卦呢，用年对应的数字加月对应的数字，再加日对应的数字就是3加1加1等于5。5对应的先天八卦就是巽卦，所以上卦为巽，下卦用年、月、日再加上时辰的对应数字，3加1加1加7等于12，那12就是大于8，所以要除以8。余数是4，然后找到4对应的先天卦是震卦，所以下卦就是震，组合后就是巽为风，震为雷，风雷易卦。接着我们要找出变爻，就是用年、月、日、时对应数字的和12来除以6等于2，所以风雷易卦的第二爻成为变卦。风雷易卦的第二爻是阴爻，变阳爻之后就是风泽中孚卦了，也就是这个时间卦风雷易卦的发展方向。风泽中孚这个支卦，取风雷易卦的3爻、4爻、5爻组成三化卦为艮卦，成为交卦；取风雷易卦的2爻、3爻、4爻组成三化卦为坤卦，成为互卦；交卦为上卦，互卦为下卦，就组成了艮为山，坤为地，山地剥卦。所以风雷易卦的交互卦就是山地剥卦。如果理解了这个起卦的方法，也只是学会了起卦，然后是取动摇后所变的支卦和取交互卦的方法。至于如何去判断它们之间的关系，需要理解2个原则。第一，你是因为什么事情起的卦，就是所问何事。第二，掌握八卦的类象是什么，并了解八卦的阴阳五行生克的关系，就可以基本断个大概了。想要熟练的运用，就需要充分的学习八卦的阴阳五行属性，会在后面的章节中来介绍的，和在生活中总结归纳一些事物现象到相应的八卦内。比如说话水池就是兑卦，网络火焰就是离卦，需要不断的学习理解并归纳，以后有时间把八卦的类象给你介绍一下。下节咱们来说一说少康用时间起卦，听声音起卦，用文字字画起卦，端法占卦，并如何预测的例子来说明心意占的方法。正是有了占卜这样的方法，我在学艺的过程中才没有那么的枯燥啊，这就叫玩其占。孔子说，善易者不卜，善观者不言。如果你理解领悟了易的道理，根本就不用占卜，占卜只是用来学习易的一种方法。就如道家所说的用术入道，术是方法，从方法上面感悟道理，从练术上面达成练心，才是术的价值。八卦本没有吉凶祸福，但人心有欲望，有了欲望就有了得失，有了得失便会有吉凶毁吝。你看吉凶毁吝，吉只占了1/4，凶毁吝占了3/4。下一节咱们用邵雍先生的故事和例子来详细讲解，下节见哦。